洞穴中的点将台你见过吗？这是位于湖北大山深处的一处神迹，悬崖峭壁中间的神秘山洞，洞口设有台阶古道。小秦王，那个兄弟是搞小那是大概小秦王的，相传为小秦王洞府。你有把金叶虎到现在没得给我走走哈？有把金叶虎啊！洞中藏有一把88斤重的金叶壶，100多年来无人知晓洞内情况。为了验证这个传说，我们决定登山进洞一探究竟。拍摄不易，希望支持。那个洞啊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就是最远处的那个山的悬崖中间。现在要徒步过去，这里过去的路程差不多是一个5公里啊，急上5公里。跟一个小奶狗，旺不旺？好，这个大家认识吗？大概走了1/3了，就在我身后的那个悬崖之上。好，继续前进吧。发现了一株仙茅。老板，看这个，什么东西？这个叶子，哦，爱心的形状。这就厉害了噻！这个叫马蹄香，又叫细心，少叶细心啊。这个林子里面还长得有细心啊！看这个酸枣树，喜欢林间搞野的朋友看到了，那肯定大叫一声发财啦！但是我们没什么兴趣，我们继续向着这个王恩洞前进。这时候爬上来，又遇到了非常少见的这个中药材，这个叫菟丝子。菟丝子呢，跟那个五味子、仙茅啊、营养货呀，都是差不多的哈。终于是抵达了这个岩脚下，可以看到这时候向阳正在前面探路。这里已经能够发现这些古遗迹了，这里有石头砌的宝坎。哇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休息的地方。这里走起来还是非常宽敞的，差不多2-3米宽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是走在这个岩壁里面一点，这样确保万无一失。你看这上面，这里砌的有个宝坎，看到没？哨所。哦，这里是应该是一个岗哨。这个台阶收的之字形的路，洞口就在那里。山寨门，看到没？然后在火门的那个头上有圆形的方孔，这是我的专利啊！为什么是说的圆形的方孔呢？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说外圆内方，什么小蚱蜢？哦，这里有个蚱蜢子，可以看到这边好多这种圆形的孔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古青砖，你们看，青砖。这比我们现在用的砖头大多了，砖头，哇塞！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正式进洞了。可以看到，有圆形的孔洞。哦，对，哇，这里面怎么有光？穿的。是穿的呀。这个洞门口呢，曾经应该是建的有一个木质的阁楼，就在向阳那个位置，应该是有一个房子的。哇，这里好险要啊！那个远处就是龙池山，这边呢就是杨家山啊，那边呢就是王家棚的锰矿，这边是土地坡，那边是牛七口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洞了。这时候看一下洞里面究竟会不会有说的那个12级点将台和那个小秦王王恩的金叶壶了。这就是小秦王洞，这个应该就是他们说的点将台。这个下面有一个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，然后火门那个面前一直上去都有，好震撼啊！刚刚大家看到的光就是从上面那个窗口那里射进来的。哇塞！大家看，我们眼前，哇，好空间啊！我一直都以为这种雄伟的洞穴建筑工事只有云贵川那边才有，想不到在我的老家湖北长阳这边也能够发现如此规模的洞穴古建筑，12级点将台，果然是真的。现在火门那个旁边有一个木质的楼梯，去往它的上层洞道，
传说这里就是小秦王啊，在这里做的这个军械库，所以它最神秘的呢，当然就是那个楼梯那样上去，在那个2层洞道里面，传说是洞道绵延几十公里啊，走不到尽头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利用安全装备啊，对其进行详细的探索、拍摄记录。被先锋布好了绳索，火妹儿正在利用安全装备进行上升啊！大家千万不要模仿，这是全套的安全装备，也是安全操作啊！这时候我们马上就能够进入这个2层了。我现在通过安全绳索已经上了这个台阶啊，这里跟刚刚在下面看到的那个天窗呢是平齐的、水平的。这里有古台阶，这样一直上来，而且我一直都是挂了这个安全绳索，这样确保万无一失。继续前进，这个上面来的人应该就非常的少了。这是一个比较扁狭的通道，下面的土呢明显是人为修凿过的，因为非常的平整。进来了20多米，然后这个岩壁上面出现了人为修凿的这种小台子，我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可以看到那个岩壁上面有一个王字，这是我们找到的自然锚点。我们的安全装备呢，放到了这里，这里出现了一个双灶。哦，这不是，这是2个大小坑。然后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做的非常规矩的台子，这里也是个小坑，这里有一个扁狭的走道，这样一直进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向洞道深处前进。什么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还有竹子啊！哎，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你们见过吗？嚯，为什么2条走道做了这样一个这看不懂啊，真的看不懂，这公式感觉修的奇奇怪怪的。这个地上有这种竹棍，哎，这竹子应该是金竹啊，这么多年了没有燃透。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做了火把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里面还有火纸，火脸，叫火脸。我们现在继续深入吧。地上特别的干燥，走起路来都有灰呀。哎，下面有个盗洞，倒着进去了就叫盗洞。哇，好大的空间！继续深入。哦，这里有一部小台阶，需要爬上去，被小土层堵起来了。哇，这个洞有点意思。空间好大呀！好大吗？好大。这里上来的难度并不大。哇，好大的空间，看这边。下面的高度应该有10几米。这些土里面混的有谷草，这应该是做的一个壕沟还是什么？传说这是当年小秦王在这里的一个军械库，里面有熬削的痕迹。然后这个墙壁上面呢，凿的还有字1米见方的大字。哦。这里还有这种圆形的方孔，这边呢，哇，这个看到没有，厉害了，像象鼻子一样。这里有明显的一个分界层呢，应该曾经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被土掩埋起来了。以前熬削的人把这个土给清出去，熬了削。这边有洞道上去吗？没有。这么大个走道，进不去。进不去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岩壁上面有被烟熏过的痕迹，从这个烟熏的痕迹来看呢，应该是有很多人呐，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，而且这里也凿的有这种圆形方孔，这是干嘛的？难道上面还有通道？上面还没有了呀？
好，我们继续前进，继续去它的洞穴深处。为什么它是圆形的方孔啊？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是方的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是圆的，所以它就是圆形的方孔。这个形容是不是很贴切？这里有个地道，地道进不去啊！你们要不要试一下？我感觉它是这个土本来是松散的，堆到这里之后，它这个石头岩体本身有这种缝隙。分析的有道理，你就是不敢下去。可以看到这个岩壁上面，由于时过境迁，年轮的更替已经又生长出来了这个小粉。我们继续前进，这里面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个小秦王的金叶壶。一直延伸进来，一直延伸进来。哇，看这个，哇，看这个缝缝，好高哦！这是一个很大的鳌鸮基地啊！这个洞道时而宽阔，时而扁狭。这里出现了三色土，这个三色土一定是人为的将它堆起来的。诶，这里有个木棒，看到没？一根沙木棒棒。我们继续前进。又要用轻功了吗？这里面好像还有通道的。还有公式。对。这个有点意思啊。这里要从那个地方爬上去，这里是人为挖下去的一个壕沟。一个小豁口。它将小的碎石块堵在这里，做了一道挡墙。这里就是一个那个。岩壁上面插的有这种木棍。上了，这里面一个小石坎子，继续前进。感觉洞道还挺深邃的。哇，上坡下坎的有一搞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小老鼠粪便吧？这是白腹巨鼠的粪便，也就是大家说的小老鼠。哇，看这个甬道，半圆形的，非常的规矩。嘿，这到底是干嘛用的？你看这个沙漠插在这个石头上面，搞不懂啊。这里还有一个石头垒起的垛子，这是干嘛用的呢？不知道。继续深入，来到了一个竖井的底部。哎，我听到水流声，你听到了吗？这里曾经应该是有个水池，可以看到这旁边有一个挡墙，这是一个水荡荡。右手边好像还有洞道，没有。哇，这里好高啊，20-30米。哇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个那个榫卯结构的，已经损毁的一个木质建筑。我们上去看一下。方方正正的一个台子，这是干嘛用的？哇，大家看这个上面已经钙化了，不知道这个建筑在这里经历了多少年轮的更替。这个下面是个水潭，还有一潭死水，不深呐，非常的潮湿这里。地上好多夜明砂，也是蝙蝠的粪便。这个洞腔非常大，而且充斥着蝙蝠粪的味道。上面像人工修砌的那个天花板一样，非常的平整。这里
有一个地下暗河是从这里消失了。然后从这边好像还有一个洞洞，我们继续深入。哦，这里有条走道，快过来。哎呦，这里有个中华米芾。哎，这里也是被人挖过的，这个地上有很多这种尖尖的螺丝。快过来。到这个里面呢，就比较湿滑了，纵向湿滑。上来之后，这个洞道变得非常曲折，到处都是乱石。诶，这里是什么情况？这边是盲洞，这里好像有台阶上去，看一下。这里也是盲洞啊，这走不了。哇，可以看到这地上有透明的，哇塞，好漂亮！看这个上面的花纹，哎，这个好看啊！这是小北同志发现了啥？哇塞，我在这里看到好漂亮的石头，你快过来，像陨石一样。我去，这个好看啊！哦，这里也是盲洞啊！你说几十公里，几十公里，这里这像一个封土堆啊！你感觉呢？感觉有点像人为堵起来的，五颜六色的一个封土堆，像一件艺术品一样，对不对？客厅正中间挂了这个。对呀，这不可能说这个通道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是什么门？五花门吗？五花肉啊，五花八门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五花八门。传说中的五花八门。在洞穴深处中的五花八门，你见过吗？这里是湖北长阳的一处神秘悬崖洞穴。我们看一下这下面有没有机关，可以弄它一下。可以看到这里有小缝隙，但是人进不去。这就是这个典型的吸水石，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常年累月。哎，这里有洞道，有个小洞洞，进得去吗？不知道哎，你干一下，你来干一下。哎，那你不要推我噻。你上。上个锤子，哦，不老实，不老实，算了，岩层不稳，搞不得，这一下把这个五花八门给打开了就不好了。然后这里要是它的机关啊，把这里一打开，整个门坍塌掉，然后进入了一个梦幻空间。里面有7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。那算了，这个洞道我们走完了，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洞道。已经进来了，差不多1公里左右。哎，这个漂亮哎！哎，这好看，这一整块都是透的。你看，哇塞，连这里都是透的，这里都是透的，看没？这一整块，哇，这起码有100多斤。看这个稻谷草。准备原路返回了。你们有没有找到金叶湖？没有。又被老人骗了。我姥姥也乱说。爬了5个多小时，看洞半个小时。做了一个收成系统，通过这个安全系统呢，就下到了这个12级点将台的这里。在里面呢，并没有发现小秦王啊，在里面做的什么军械库啊这一些遗迹啊，就是发现了一些削坑啊，有可能呢这里是小秦王，比如说提炼削土的一个地方啊，偶尔呢也可以作为他的备战藏身的一个洞穴。好了，
那本期视频呢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开拔。